万众期待的《流放之路2》0.5赛季终于在月底就要来了。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4点的时候发了一个官方的发布会，看一下这个新赛季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。其实这个赛季，玩家们最关心的就是3个东西有没有改，一个是神庙，然后一个是这个组队的收益，还有一个是这个血法，这3个东西，应该是都会改的，都会改。然后5月10号的时候会有一个国服的这个发布会，到时候我们在5月10号再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详细。然后这个5月8号的发布会是全程没有提到这个组队啊，还有神庙相关。神庙是加入这个核心玩法了，但是具体更改也是没有讲。然后组队以及血法这些一般在发布会上是不会讲到的。首先这是这个符文锻造，就是新的工艺，反正打的时候就可以去往里面塞这些，选择自己喜欢的，然后你点一下，它会出这个想要的东西，然后会出现新的怪物。这个符文组合可以让你选，空的地方就可以选，选了之后它就掉这些东西，然后它会出来怪物，然后出来的怪物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属性啊，就是跟你选的这个符文的属性有关系。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塞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符文，怪物也会有非常多波，然后也会变得比较强力啊。跟视频演示的一样，然后甚至可以可以塞7、8个这个，甚至可以塞7、8个这个符文，符文越多奖励越好，然后怪也会更加的强力。然后它也是有这个 BOSS 的，通过一些东西去进到 BOSS。然后这个是新赛季的一个新的工艺，可以通过消耗这个石头，去给我们的这个装备去改造。然后会有一个这个新的这叫什么复活甲，符文结界，就没血的时候它就会触发这个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回血和这个护盾。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护盾的一种，它如果被打没了也是会挂掉的。都可以去打这个结界，把这些装备丢进去就变成这个一圈蓝色的，这有些特殊的标识。然后传奇物品也是可以打，我们看到。这个然后这是一些赛季的这个叫什么古蓝技能石啊，也是一些新的技能石啊。这个到时候我们等21号蓝铁出来我们再看啊，反正就是多了一些新的技能石。也先不管，这个到时候可以大家详细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，我们先过了。然后这个新赛季可以通过这个材料去给暗金去增强，你看暗金的这个基底属性，它还是得到了这个增强。本来这个是2642变成了100多，就比较厉害。就之前一些非常猴系的暗金啊，就可能也能到我们终极的时候也能用，这个还要到时候去尝试才可以，出来了才知道。也过了啊。然后这个玩法是跟这个炸粉相关的。这个也会可能使这个我们到时候炸粉的玩法更加受到玩家的青睐。
因为之前的 0.4 赛季时，炸粉几乎是非常少的人去玩的，然后以及炸粉呢，现在反正就是跟新的这个工艺相关了，就可以是吧？就让他更多的人去玩了。然后现在异界向南边走，然后他会到一个海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日志去开这个海面上的这个地图，就一个日志就可以开一片这个海面上地图。然后你把这边打完之后，应该可以再塞一个日志，它就又可以开一个海面上的这个地图，对吧？这样就可以也算一个新的玩法。然后会有每一片小区域呢，它会有个 boss， 然后奖励应该还是可以的。然后你打完之后又点一个日子，它又会出一片新地图。对，感觉挺好玩，比之前的那个一阶是要好一点了，至少有目的性的去打这个东西了。过。然后遭遇战多了30多种怪物，然后有新的首领。然后现在就是以前我们在这个异界地图上就是没有方向性的嘛，现在是有分成3个大方向的。然后是西边这边，然后右边的这边是这个深渊，北边的这边是瓦尔古城，然后还有这个裂隙蚁。反正它每一个区域它现在是有固定的在一个方向的，就如果你想要固定玩一个玩法的话，就可以往那个方向去走就可以了。然后现在是这个迷城的玩法，现在是可以去进去到里面去，一个区一个区的去开发。就这也到时候版帖出来，还有自己上线实测之后，这个才要知道这里面具体是什么情况。反正是多了一种新的玩法。然后现在异界天赋树也是全面改版了，异界天赋树现在是非常暴力，还有非常多的异界天赋点，你看这么多，你完成要塞里面的区域，它就会多这个点数，然后你可以一直往上点，一直往上点。然后，但是这个越点怪应该是会越强力，奖励当然也会越好。这个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，应该是会比以前的这个终局玩法更加的困难度更高，奖励应该也会更好。你看，那后面会甚至有2个 boss、3个 boss， 甚至非常多的 boss。反正现在异界玩法是比之前的更加有挑战性啊，奖励更加丰富，也更加好玩。这是在要塞里面，每个区都有一个亮点，你就往那亮点走就可以了。你就过了。And any maps that you didn't finish there will be automatically completed, giving you all race out divinity splitting up the Atlas tree, and includes a ton of new map storylines. The multi-choice nodes in the tree declass men. 这边就不详细去讲。然后异界里面会有很多这个，反正异界就是会有多了好几个 NPC， 就是你打到后面就会有 NPC 可以去点这个额外的这个点数点。这也算是一个新的异界天赋点了，就每个 NPC 它有不同的这个点数，有3个可以给我们选择其中一个之后，里面会有这个点数3选1，一共有4行可以选4个。哎，还不一定，反正就是这里有点数可以点4个，应该也是可以随便加点了，但是具体的
到时候你再看它的点数，肯定会有一些 NPC 这个点数可能不是奖励不是很好或者怎么样，得要看他们的平衡做的怎么样了。反正像裂隙啊、张望啊，还有深渊啊，都是得到了全新的重做，每一个玩法都现在都跟上一个赛季是不一样的，都非常棒啊。这个张望下面现在有进度条，反正就是比上一个赛季更好玩了。这边就不详细讲了，就够过了。面前过了，一笔带过，反正就是跟上赛季不一样了。但是这个有这个大树来了，大树上面有这么多的可以种树了，这个赛季可以种树了。然后树上面可以长非常非常多的东西，无论是装备还是通货都可以在树上长出来。然后这个树可以点，按照自己想要的去点。这个应该是也非常非常好玩，这也算只借鉴了流放1的一个玩法，感觉这赛季会很好玩，很好玩。这也过了，反正就是有大树了。感觉种树的玩法应该非常多的人会去玩。带过。然后这个是祭坛，现在是移除了没用的东西啊，现在是只有暗金装备和这个叫什么征召了，就出征召的概率更高了，就没有没用的装备了。然后它这个下面是有一个这个把这个点数去奉献给那个进度条，它有个进度条，你把点数奉献了，它就会进度条就涨满了之后就可以打 boss 了。过了。然后这赛季有2个这个新的升华，我们心心念念的这个决斗者和这个剑啊，这样还是没有到，估计要到 1.0 才会有了。然后女猎手多了一个新升华叫灵魂行者啊，这个鹰鹿熊带的这3个就来了。反正这个我到时候应该会单独再出一期视频去讲这2个新升华，这边就过了。一个是灵魂猎手，一个是这个武圣的这个叫什么武圣啊，这武圣就可以原地吟唱，然后放这个分身出来，放这个打技能，这个估计应该非常好玩。一个武圣，一个灵魂行者，这个过了，到时候再出一期视频去讲一下这个新职业。然后也新增了非常多的这个传奇物品啊，比如说这个大锤子，火焰转冰，比如说这种项链，这些新增的暗金物品是很多都可以去围绕它去打造一个 BD 的，都非常棒。包括这个，这个叫做流放2的正火是吧？这个是召唤物相关的，然后还有惊魂保留，然后带了一个技能，这个技能就是在你的旁边带一圈这个有伤害的乌鸦，这个乌鸦能受到这个
召唤增益啊，召唤伤害提升也能增加这个乌鸦的伤害啊。正火，你看它杀的怪越多，它还甚至能范围变得更大。到时候我们点出一些 AOE 范围伤害，甚至能达到全屏乌鸦的效果。这个应该也是能围绕这个装备去做一个这个 BD 的，非常好玩，非常好玩。甚至这个，说到这个手套啊，它终结目标时获得一个这个 buff 啊，这个 buff 能增加10%的这个终结阈值啊，最高是100%，10等于10嘛，100%，来配合猎魔人的一些天赋，能做到200%多、300多的终结阈值提升啊。这个到时候应该也能想办法开发一下。还有这个啊，你可以拥有任意数量不同类型的伙伴。这个你看，他就招了一群这个野兽伙伴，这个到时候应该也有的玩。野兽召唤流，野兽召唤流，非常棒。这个法杖也非常棒。这个到时候后续再说。反正就新增了很多传奇物品，围绕这些传奇物品可以打造新的 BD。也过了。然后它是优化了一些在剧情方面的一些引导啊，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打完这个开始祭坛，它就会有一个乌鸦去指引去 BOSS 啊，包括这地上留下的脚印可以去指引去打 BOSS， 这是对于我们剧情方面啊更加的利好。其他的就是一些优化，然后现在在这个之前抄 BD 不是很麻烦嘛，然后官方是设计了一些可以将我们的这个 BD 直接导出来啊，导出来之后别人直接导入就可以就可以看到这个天赋点啊、技能石呀、装备的建议啊，可以在装备上面这个甚至加这些备注，让你知道这个装备应该干什么，换什么装备最好，这也是对于新手来说更加友好了。然后也是优化了这个市集，现在可以看到市集的一些大概价格，显示当天价格。然后就是2个这个赞助礼包啊，不管了。然后新增的这个碎片页啊，这个非常好，可以存一些石板啊什么东西啊，就这么多了。总结一下，就是新的工艺、新的技能石、新的 BOSS、新的小怪，以及终局的玩法全面改变，就是3万啦，什么祭坛啦，什么全部重做，然后2个新的升华，新的传奇物品，然后一些东西，更多的官方就没有提到了。但是5月10号的时候，国服会有一个国服也会有个发布会，到时候我们再看吧，拜拜。